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继续猎奇，聊一期宝马摩托在2000年之后生产的最奇葩以及最小排量，也号称最安全的摩托——宝马 C1。说到宝马，大家可能更多想到 S17、HP4、水鸟、K16、740、X6之类顶级豪车，很难和一些奇葩车型联系在一起。其实宝马的奇葩是骨子里的，比如非常有名的宝马 K1以及微型汽车伊塞塔。伊塞塔生产于1955年，由意大利设计，宝马开发销售，也是世界上第一台实现100公里油耗3升的汽车。为什么油耗这么低？因为是单缸。后期随着时代发展，宝马越来越好，但是欧洲的用户却希望有一款更便捷、更快、更精致的车型。于是1976年，英国率先推出了半封闭卧式摩托车类星体，搭载850cc直列4缸发动机，极速160，和汽车一样的乘坐方式，而且有空调。但是类星体很快被叫停，因为这就是个马路杀手，它没有自平衡，起步方式和摩托车一样，而且对行人非常不友好，一旦撞到非死即残。到了1984年，瑞士的佩拉维斯一看，我操，这玩意儿我有解决办法，于是很快推出了第一代佩拉维斯欧米尔，直接做成了全封闭式机舱摩托车，车身两侧增加了自动辅助轮，设计也更圆滑，搭载宝马卧式4缸 K100发动机。后期2006年推出升级版，也是用的宝马发动机。2020年最新款改成了电机驱动。但是1984年之后的故事还没完，欧米尔之后，小岛县伊朗本田一看，佩拉维斯那什么玩意儿，还辅助轮，那还是摩托？没见过世面，我赶紧回去给我的摩托加个棚。于是1985年在不倒翁基础上增加了大型顶棚和后备箱，专门用来送牛奶。当时被称为不倒翁 UP 版，不是量产的，是改装的。后期直到1990年，不倒翁贴棚版才开始量产。不倒翁的量产让远在意大利苟延残喘的贝纳利嗅到了商机，心想这个玩意儿符合意大利风情，得赶紧找个哈皮一起搞。于是找到了阿迪瓦，因为那个时候铁匠还没来送钱，于是难兄难弟，信心满满，藐视天下。在1999年推出了第一代有车顶的摩托，起的名字也非常屌炸天，叫贝纳利阿迪瓦125和150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们俩做的。具体销量怎么样不得而知，不过阿迪瓦现在和国内京城摩托有合作，主要销售升级版的 AD1 和 AD3。直到2000年，宝马在1995年 C1 的概念版提议才终于通过，允许摩托部门生产宝马 C1。于是2000年推出了宝马 C1 125，实际排量124。2001年推出了宝马 C1 200，实际排量176。2002年全部停产。为什么停产的这么快？因为销量太低，多卖一台赔的更多，因为对 C1 的投资是巨大的。比如宝马 C1 的设计、开发和生产厂家是非常著名的意大利博通集团，这家公司有多牛？比如阿尔法罗密欧、BAT11、BAT5。法拉利208、308、兰博基尼康塔、三普等等，大概参与设计了世界名车超过200台。而宝马 C1 可谓倾注了博通集团心血，同时发动机也来头不小，是由非常著名的罗塔克斯负责生产，这足以证明宝马对 C1 的器重。如果这还不够，那么比如车架。全部使用铝制挤压框架以及正面和侧面碰撞防护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对骑手周围形成非常好的保护。宝马可不是简单说一说，它真的进行了广泛测试，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系好安全带的同时，正面撞击、侧滑、翻倒，骑手是安全的。驾驶员肩膀处防撞架以及突出的防撞球，明显可以看到比骑手肩膀高一些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侧边摔倒可以有效的保护骑手，避免骨折。而且当年宝马声称 C1 的安全系数可以与小型汽车媲美。至于发动机，分为水冷单缸马力15匹12牛米，以及水冷200实际排量176，马力18匹17牛米，使用 CVT 变速箱，座椅高度701，整备重量202公斤，油箱容量9.5升，最高时速105到115，当年售价3400英镑。听到这儿，大家应该能明白为什么销量不好。第一是动力不够，重量太重，完全的小马拉大车；第二是2000年的3400英镑可谓非常昂贵，完全可以买一辆小型汽车。而 C1 再好也是一个摩托车，但也不得不说 C1 的用料好，配置也高。当年就有 ABS、手动铁窗、芯片防盗、加热座椅、加热手把、带清洗液的自动雨刮器、可选的音响系统，而且音响系统可以根据发动机转速自动调节音量，而且后座可以选择载人，也可以配备行李箱。停车之后有电动大乘，拉起之后大乘自动将车抬起，也有自动安全带，手拉一下自动打开。启动时拉起，电动大乘可以自动收起。原厂配有手机支架，配置真的是非常不错。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，比如乘客和驾驶员必须分开，没有倒车系统，重心更高，受风面积更大，实际侧面是裸露的。
也无法有效的防风防雨，也没有安全气囊。视频最后，宝马 CE 的开发初衷是降低摩托车驾驶员的死亡率，提高城市通勤的便利性，这个出发点是好的。后期2009年还推出过 CE 电动版，之后就彻底停产。但是 CE 的底盘一直用在宝马踏板摩托上面，现在国内的宝马 CE 都是水车，价格大概2万到5万左右，不能上路，非法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